人类已经把探测器送到了距离地球超过240亿公里的星际空间，那是太阳光要走20多个小时才能抵达的遥远地方。我们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让火星车在另一颗行星的红色沙漠里来回奔波了10几年。我们甚至用遍布全球的望远镜联手，拍下了5500万光年之外那个黑洞的模样。可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们自己的脚底下，这颗我们已经生活了几百万年的星球，它的内部对我们来说，几乎仍然是一片彻彻底底的黑暗。我们对它的了解少得可怜。人类向下挖掘的最深纪录是12262公尺，连13公里都不到。而从我们站立的地表到地球最中心的那个点，这段距离足足有6371公里。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一看，我们费尽9牛2虎之力钻下去的那点深度，只占了通往地心整段路程的2/1000都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我们把整个地球按比例缩小成一颗放在手心的苹果，那么人类有史以来挖过最深的那个洞，连苹果皮都还没有划破。是的，你没听错，连皮都没破。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这颗星球的主宰，征服了高山，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天空。可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它的身体，我们只是趴在它薄薄的表皮上，渺小的像一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灰尘。我们再换一个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来感受一下这段距离到底有多么遥远。从你站立的地方一路向下，直直地通到地球的最中心，是6371公里。这个距离有多长呢？它差不多就等于从台湾的最南端一路向北，一直开到中国的北方，再继续往北开到外蒙古，这么长的一段路。如果你能开着一辆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一刻不停地向下狂奔，你需要连续开上将近3天3夜才能最终抵达那个滚烫的地心。可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我们连这段漫长路程最开头的那短短12公里的一小段都还没有走完，就已经被活活的热死压垮，再也走不动了。这场通往地心的马拉松，我们连起跑线前的热身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完，就已经被迫宣告了结束。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飞出太阳系，为什么却挖不穿薄薄的一层地壳？是我们不想往下挖吗？不，人类做梦都想知道脚下藏着什么。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吗？不，我们曾经拼了命的、不计代价的试过。可是最后，我们在12公里这个深度，硬生生的、不甘心的停住了脚步，再也下不去了。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往下走，去看看在那片我们可能永远都到不了的黑暗深处，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又到底是什么，把我们这个自诩无所不能的物种，死死地挡在了门外。故事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那是一个热血又疯狂的年代。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太空竞赛。你发射卫星，我就把人送上太空；你计划登月，我就要抢在你前面。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所有人都仰望星空的同时，这两个国家私底下还在悄悄进行着另一场同样疯狂、方向却完全相反的竞赛。他们要往下挖，要比一比，看谁能率先挖到地球的深处，甚至挖穿整层地壳，去亲手摸一摸底下那层神秘莫测的地寒。这是一场通往地心的竞赛，最先沉不住气动手的是美国人。1958年，美国启动了一个叫做莫霍计划的工程。他们的想法其实很聪明，既然大陆上的地壳又厚又硬，动不动就是几十公里，那我为什么非要在陆地上跟它硬碰硬呢？海洋底下的地壳薄得多，有些地方只有区几公里。于是美国人开着钻探船，浩浩荡荡地跑到墨西哥附近的太平洋海面上，准备从海底一路向下钻穿地壳。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对吧？可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们一巴掌。在波涛汹涌不停摇晃的海面上，要稳稳地控制一根深到海底好几公里深的细长钻杆，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类的技术极限。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花出去，洞却没能挖下去多少。最终，这个雄心勃勃的莫霍计划只在海床上可怜巴巴地钻了183公尺。就在1966年，被美国国会无情地砍掉了全部预算，草草地收了场。美国人栽了个大跟头，
可苏联人偏偏不信这个邪。1970年的5月，在苏联西北部靠近挪威边境的科拉半岛上，一群苏联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启动了一个后来震惊全世界的浩大工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科拉超深钻孔。他们的野心极大，钻探的目标一开始定在7000公尺，可随着工程的推进，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干脆把目标一口气改成了15000公尺。他们是真心相信，凭借着苏联强大的工业实力，自己有朝一日真的能钻穿地壳，亲眼看一看那个从来没有人类见过的地函到底长什么模样。一开始，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苏联人用上了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钻探设备，那座专门为这口井量身打造的钻塔，高耸得像一栋大楼，钻头1公尺1公尺地，固执地往下啃，深度的数字不断地被刷新。到了1979年，科拉钻孔的深度一举超越了美国人之前在奥克拉荷马州创下的9583公尺的世界纪录，正式成为当时地球上最深的人造洞。消息传回国内，苏联举国欢腾，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口井，它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技实力的骄傲象征。到了1983年，这口井的钻头已经一路突破了12000公尺的深度，眼看着15000公尺的终极目标就在前方不远处招手，胜利仿佛已经触手可及。可就在这个志得意满的时刻，沉默的地球深处开始向这群自信满满的人类缓缓露出了它真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另一张面孔。第一个让苏联科学家们集体大跌眼镜的是底下的岩石竟然完全不按照他们写好的剧本走。按照之前对地震波数据的分析，他们本来信心十足的预测，在大约7公里深的地方会遇到一层坚硬的玄武岩。这个预测并不是瞎猜，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地震波在传播到那个深度的时候，速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突变。按照常理推断，这通常意味着岩石的种类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可是当钻头真的辛辛苦苦钻到那个深度，科学家们全都傻眼了，哪里有什么玄武岩的影子，底下还是花岗岩，而且是比他们预想中更深、更古老的花岗岩。那之前地震波速度的变化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人们才慢慢想明白，原来那道让地震波减速的界限根本就不是岩石种类的改变，而是花岗岩本身在地底极端的高温高压之下，内部的结构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质。这个发现给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地质学家都上了沉重的一课。原来我们长久以来透过地震波对地球内部结构做出的种种推测，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当钻头钻到地下3到6公里深的地方，科学家们竟然在岩层里发现了水。你可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些水可不是从地表慢慢渗透下去的雨水，而是被牢牢封锁在坚硬岩石裂缝里的货真价实的地下水。要知道，在那样的深度和那样的高温下，按照常理是早就不应该存在能够自由流动的液态水的。科学家后来推测，这些水的来源相当不可思议，它们很可能是地壳深处的矿物质，在极端的高温和高压挤压之下，被硬生生地把内部的氢原子和氧原子给压榨出来，然后这些氢和氧又重新结合，变成了水。而这些水的上方恰好被一层致密的不透水的岩石死死地盖住，让它们无处可逃。就这样被封存在了幽深的地底，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亿年。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小就以为水是从天上的雨、地上的河一点一点渗透进地底去的。可是科拉钻孔却告诉我们，在地球深处那种高温高压的极端环境里，坚硬的岩石本身竟然也能像一座沉默的工厂一样，把封锁在自己内部的氢原子和氧原子慢慢的挤压释放出来，再让它们重新结合变成水。这个发现也让很多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更加大胆的问题：我们地球上这么多的水，这浩瀚无垠的海洋，真的全都是来自远古时期那些撞击地球的彗星和小行星从天外带来的吗？还是说，其中有一部分的水其实是从地球自己这颗滚烫的肚子里一点一点的被孕育、被挤压出来的呢？这个问题
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你看，仅仅是地下几公里深处那一点点的水，就能牵扯出这么多关于我们这颗星球身世的深邃而又迷人的谜题。如果说地下水的存在还勉强能够理解，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发现就真的开始挑战人类的想象力了。当钻探用的泥浆从12公里深的井底被一点点带上地面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惊恐地发现，这些从地底深处上来的泥浆居然还在不停地沸腾冒泡，而且里面还翻滚着大量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氢气。整口深井就像是一个直通地底的巨大咽喉，源源不断地往外吐着滚烫的热气和气体。那种景象，任凭是谁站在旁边看着，恐怕都会忍不住头皮发麻。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个发现是，在地下6公里深的古老岩层里，科学家居然找到了微小的浮游生物化石。6公里啊，那可是20多亿年前形成的远古岩层。这些早已死去、被深深埋藏在地球肚子里的微小生命遗骸，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这颗星球那段极其遥远、极其古老的过去。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这些躺在地下6公里的微小化石，它们所在的那层岩石已经足足有20多亿年的历史了。20多亿年，这是一个我们的大脑几乎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长度。当这些微小的生命还活着的时候，地球上甚至连一棵草、连一条鱼都还没有出现。整颗星球的天空和海洋，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苏联的科学家们等于是透过这口深井，硬生生地挖开了一本被地球深深合上、尘封了20多亿年的历史巨著。他们的钻头每往下啃1公尺，翻动的都是一页又一页，比人类整个文明史还要古老亿万倍的时光。从这个角度看，科拉钻孔早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口井了，它更像是一台能够穿越时间的机器。只不过它穿越的方向不是向前，也不是向后，而是垂直向下，朝着地球那无比幽深的亿万年前的过去，一寸一寸地艰难地挺进。也正是因为科拉钻孔从地底挖出了太多匪夷所思、超乎常理的东西，再加上那口井日夜不停地往外冒着热气，于是一个恐怖的都市传说开始在民间悄悄流传开来。传说苏联的科学家在钻到地下1万多公尺深的时候，钻头突然钻穿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空洞。好奇的他们把一只特制的能够耐受极端高温的麦克风掉了下去，结果竟然录到了无数人在熊熊烈火中凄厉哀嚎、痛苦挣扎的声音。于是人们给这口科拉钻孔起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外号，叫做通往地狱之井。当然，这个传说纯属子虚乌有，那段所谓的地狱录音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有人恶意拼接出来的恶作剧罢了。可是这个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得如此之广，如此深入人心，恰恰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潜意识深处，对脚下这片无尽的黑暗深渊，始终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恐惧。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下面并不是一个欢迎我们造访的地方。而真实的历史虽然没有地狱传说那么戏剧化，却同样的冷酷无情。科拉钻孔最终并没有如愿钻到15000公尺，它甚至连13000公尺都没能达到，永远的定格在了12262公尺这个深度。官方对外给出的停工理由是经费不足，可是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心知肚明，真正把强大的苏联人挡在门外的是另一个远比没有钱更加可怕、更加无法战胜的敌人，那就是温度。按照工程师们原本的计算，井底的温度应该维持在摄氏100度左右，这个温度还在当时设备的承受范围之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钻头越钻越深，井底的温度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疯狂飙升，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当钻到12公里深的时候，井底的温度已经高达了摄氏180度。摄氏180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那样的高温炙烤之下，地底的岩石已经不再是我们认知里那种坚硬、冰冷、一敲就碎的固体了。
它变得像一团被烤得滚烫的橡皮泥一样，又软又黏，有了所谓的可塑性，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钻头好不容易在底下往下钻出了一段空间，可上面和周围那些变软的岩石就会慢慢的、不可阻挡的往中间挤压、流淌，把这个刚刚辛苦钻好的洞重新给合拢、填满。于是，井底的钻头不仅要对抗岩石的坚硬，还要同时对抗它在高温下的柔软，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变得无比的艰难和缓慢。有一个数字最能说明这种绝望，从12000公尺钻到12262公尺，这短短的仅仅262公尺的距离，苏联人整整耗费了10年的时间，换算下来，平均1年才往下艰难地挪动了20多公尺。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吗？你已经拼尽了全力，调动了一个超级大国几乎所有的资源，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头脑，可是脚下这片沉默的大地就是不肯再让你前进哪怕一步。你每往下挖进1寸，它就用无情的高温和巨大的挤压把你重新逼退1寸。这场人类向着地心发起的最为悲壮的一次冲锋，最终就在12262公尺这个让人遗憾的深度戛然而止。1992年，钻探工作基本宣告停止。又过了几年，这口曾经承载了无数苏联人梦想与骄傲的传奇深井，被人们牢牢地封死，彻底地废弃在了科拉半岛那片冰冷荒凉的土地上。看到这里，很多人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觉得科拉钻孔的失败，无非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的技术还不够先进。如果换成我们今天更强大的技术，是不是就能轻松挖得更深了呢？这个想法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因为真正把人类死死挡在地球深处的，从根本上来说，根本就不是某一项可以单纯依靠时间和金钱去攻克的技术难题，而是物理规律本身，是这颗星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为自己设下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重重天险。我们先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地球的内部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叫做地温梯度。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每往下挖1公里，温度大约就会上升摄氏25到30度。这个数字单独看起来好像不大，可是它架不住乘法的累积啊。挖10公里，温度就升高了200-300度，一直挖到30-40公里深，也就是地壳底部的位置，温度可能就已经逼近摄氏1000度了。而我们所有的钻头、钻杆，还有放进井里的各种精密测量仪器，全都是金属和各种合成材料制造的，它们都有自己无法突破的物理极限。温度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金属会开始软化变形，精密的电子设备会直接罢工烧毁，连用来润滑和冷却的泥浆都会沸腾失效。后来，德国人也曾经雄心勃勃地搞过一个超深钻探计划，叫做 KTB， 结果他们只钻到了9101公尺，比科拉钻孔还要浅一大截。可是井底的温度却已经飙升到了惊人的摄氏260度，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不同地方的地温梯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德国人运气不太好，恰好挑中了一个地底特别炎热的地方，这就更加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温度这道无形的墙，远远比深度本身更加难以对付。除了要命的温度，还有同样要命的压力。你越是往地球深处走，头顶上方压着你的岩石就越多、越厚、越重，那种压力会大到一个普通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恐怖地步。在地壳的深处，岩石所承受的压力是我们地表大气压的成千上万倍。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别说是人造的钻头了，就连岩石自己的脾气秉性都会彻底改变。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井壁的不断坍塌，钻得越深，这口又细又长的洞就越难以维持它的垂直和稳定。高温高压会让四周的井壁不停地往里挤、往里塌。这就好比你想在一块正在融化的软趴趴的奶油上戳出一个又深又直还不会变形的洞，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工程师打过一个非常传神的比方，他说，钻这种超深井的难度，就好比是要让一辆沉重的大卡车在2根细细的钢丝绳上平稳地开过去。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抛开那些挡在我们面前的高温和高压，一起来做一场大胆的思想实验。
假设我们真的拥有一台无所不能的神奇钻机，可以无视一切阻碍，一路向下，毫发无伤地钻到地球的最中心，那么这趟前所未有的旅程，我们会依次经过些什么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将会是一趟越来越炙热、越来越恐怖，而且绝对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请你先在脑海里想象一个更加残酷的画面。假如没有那台神奇钻机的保护，而是让你自己一个人徒手向着地心走下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刚走下去没多远，也就是区几公里的深度，四周的温度就会像盛夏正午晒得发烫的柏油路面一样，烤得你喘不过气来。再往下走一走，走到科拉钻孔的底部，那里是摄氏180度，这个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滚水的沸点，你身体里所有的水分会在短短的一瞬间被彻底的煮干、蒸发，而这还仅仅只是地壳，仅仅只是这趟漫长旅程最开头的一小段而已。再往下，这种恐怖只会成百上千倍的疯狂加剧。所以你看，这趟思想实验里的旅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我们脆弱的肉身，连地壳的这道门槛都还没有资格真正的跨过去一步。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一层叫做地壳，这是地球最外面的一层薄薄的硬壳。在广阔的海洋底下，它最薄的地方只有5公里，而在我们脚下的大陆上，它最厚的地方能达到70公里左右，平均算下来大概也就17公里。听起来地壳好像还挺厚实的，可是你千万别忘了，整个地球的半径可是足足有6371公里啊！所以地壳放在整个庞大的地球面前，薄的就像是一颗鸡蛋外面那层脆弱的蛋壳，甚至比蛋壳还要更薄。而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科拉钻孔，那么2262公尺，连这层薄薄的大陆地壳都才刚刚钻穿了1/3而已。我们连这层蛋壳都还没有戳破，就已经被活活地热的败下阵来了。假如我们侥幸穿过了整层地壳，就会抵达一个地球物理学上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它有一个很拗口的名字，叫做莫氏不连续面。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当年发现它的那位克罗埃西亚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一旦穿过这道分界面，我们就正式的告别了地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占据了整个地球总体积 83% 的庞大世界，这就是地函。地函到底有多厚呢？它从地下大约35公里的地方开始，一直向下延伸到2900公里的深处，足足有2000多公里厚，是地球内部最厚的一层。你可能会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么深的地方肯定就是滚烫的、流动的岩浆海洋了吧？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地函的绝大部分其实是固态的岩石，只不过在那种极端的高温和高压的双重作用之下，这些固态的岩石拥有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性质，它们可以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像浓稠到极点的沥青一样，非常缓慢地流动。正是地函这种以亿万年为单位的缓慢对流运动，就像一锅永远用文火慢慢炖着的浓汤，托举着上面的板块四处漂移，造就了我们在地表看到的大陆漂移、地震和火山喷发。我们脚下这片看似坚实不动的大地，其实一直都漂浮在这一片缓缓流动着的炽热的固态岩石之海上。如果我们继续义无反顾地往下，穿过那厚厚的足有2000多公里的地函，在地下2900公里的深处，我们又会一头撞上另一道分界线，叫做古氏不连续面。越过它，我们就终于来到了地球的核心地带——地核。地核这个地方又可以分成内外2层，外面的那一层叫做外地核，厚度大约有2200公里，这里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液态金属世界。它的主要成分是融化了的铁和镍，温度高达摄氏4000度以上。科学家们相信，正是这一片广袤无垠、滚烫的液态金属海洋，在地球内部不停地翻腾、流动、循环，再加上地球自身的高速自转，这两者一配合，就像一台运转不息的巨大发电机一样，为我们整颗星球产生了一个无比宝贵的地球磁场。可别小看了这个磁场，
正是它，像一面巨大的隐形盾牌一样，为我们挡下了来自太阳和宇宙深处那些致命的高能射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地核里这片不停流动的滚烫铁水，地球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颗像火星那样磁场微弱、大气层被太阳风一点点剥离殆尽的死寂荒漠了。而关于这个默默保护着我们的地球磁场，其实还藏着一件听起来有点惊悚的事情。这面看似坚不可摧的磁场盾牌，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科学家们透过研究那些古老岩石里被偷偷记录下来的磁性方向，竟然惊讶地发现，在地球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这个磁场曾经反反复复地彻底颠倒过很多很多次。也就是说，在过去曾经有无数次地球磁场的南极和北极整个对调了过来。如果那个时候有指南针，它指向的会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而每一次这样惊天动地的大翻转，背后的根源都是地核深处那片液态铁水流动方式发生了某种改变。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磁极大翻转大约发生在70几万年前。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近这些年的观测，我们地球的这个磁场目前似乎正处在一个缓慢减弱的趋势当中。你看，这颗藏在我们脚底下，我们穷尽一生也到不了的滚烫铁球，它的每一个细微的脾气变化，其实都在悄无声息地牵动着我们整个地球表面所有生命的命运。那么，地球的最中心又是什么样子呢？在外地核的最里面是内地核，这是一颗半径大约1200多公里的，几乎完全由纯铁构成的固态的大铁球。等一等，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外面那层外地核温度才摄氏4000多度，都已经是流动的液态铁水了，为什么到了更深温度明明更高的最中心，铁反而又变回了固态呢？这听起来简直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常识。而这个谜题的答案叫做压力。地心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大到那里的铁虽然温度高的足以吓人，却被那股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死死地给按压住了，连融化成液体的这一点点自由都被彻底剥夺了，只能乖乖地维持着固态。而这颗位于地球正中心的固态大铁球，它的核心温度根据科学家们反复的推算，竟然高达摄氏6000度。摄氏6000度，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温度已经几乎和我们头顶那颗太阳的表面温度一样高了。换句话说，就在我们脚下6371公里的最深处，正藏着一颗和太阳表面一样炽热、一样灼亮的巨大铁球。有科学家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们说，地球的这颗内地核其实就像是一颗藏在行星内部的另一颗独立的小行星。这颗位于地球正中央的固态大铁球，它的个头可不小，直径差不多有月球的2/3那么大。它就那样静静地悬浮在外地核那片滚烫的液态铁水的正中心，被四面八方的液态金属温柔却又牢固地包裹着、托举着。它和我们之间隔着厚达2000多公里的地函，又隔着厚达2200多公里的液态外地核。它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遥远到我们可能穷尽整个文明的力量，都永远无法真正的向它靠近哪怕一步。可它对我们而言又是如此的重要，正是它和外面那层流动的液态铁水之间那种微妙又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才源源不断的为我们这颗星球发动着那一台守护着所有生命的磁场发电机。它沉默，它遥远，它滚烫，却又一刻不停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底下默默的辛勤的工作着。说到这里，你的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非常合理也非常尖锐的疑问，既然人类连13公里都挖不到，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亲眼去看一看那个地函和地核，那科学家们口口声声说的这些什么液态的铁、固态的铁、摄氏6000度，到底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全都是凭空想象、信口开河编出来的吗？当然不是，科学家们用了2件非常聪明的工具。第一件工具叫做地震波。每当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震动所产生的地震波就会像涟漪一样
穿透整个地球的身体，向着四面八方传播开来。而这种波在经过不同的物质时，它的传播速度和路径都会发生变化，遇到固体和遇到液体的反应更是截然不同。科学家们在全球各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震仪，就像是一位给地球做超音波检查的医生，透过仔细地分析这些穿越了地球内部，甚至穿越了地心的地震波，反过来推算出地球内部不同深度的物质到底是固态还是液态，密度又有多大。正是依靠着地震波这个工具，我们才得以知道外地核是液态的，因为有一种叫做恒波的地震波，它没有办法穿过液体，所以当它传播到外地核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神秘地消失不见了。这里还藏着一个非常精彩的科学侦探故事。早在100多年前，当科学家们刚刚开始在全球各地布设地震仪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每当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地球另一侧的某一片特定的环形区域里，地震仪却总是诡异地接收不到那种恒波，仿佛在那片区域，地震波被某种看不见的神秘东西硬生生地给吞掉了一样。这片接收不到恒波的奇怪区域被科学家们称为地震波的隐区。这个怪现象整整困扰了科学家很久很久，直到后来他们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正是因为地球的最深处藏着一团恒波无论如何都穿越不过去的液态的金属核心。这团液态的外地核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挡板，把所有朝着它直直射过去的恒波全部都给拦截了下来，这才在地球遥远的另一侧投下了那么一大片没有恒波的巨大的阴影。你看，人类就是这样，仅仅凭借着对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地震波的耐心分析，就一步一步的在自己的脑海里硬是拼凑出了一幅我们的双眼永远无法亲眼看见的地球内部的清晰结构图像。而科学家手里的第二件工具是实验室里的高压实验。我们的身体固然去不了那个遥远的地心，但是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用尖端的仪器把一小块铁加压到和地心一样恐怖的压力之下，然后仔细观察，看它在不同的压力下到底需要多高的温度才会开始融化。当年就有一个来自法国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极其精密的实验，他们亲手测量出铁在220万个大气压的环境下熔点是摄氏4800度，然后再通过严谨的计算往上推算出在地心内外核交界处那种高达330万个大气压的恐怖环境之下，铁的熔点大约就是摄氏6000度。这个数字比20年前另一个德国团队估算出来的数值还要整整高出了1000度。你看，我们人类对地心温度的认知就是这样，靠着一次又一次间接的测量和反复的推算，一点一点地逼近那个我们永远无法亲眼证实的真相。所以说，人类虽然肉体到不了地心，但我们的智慧和好奇心却早已抵达了那片我们的双脚永远无法踏足的禁地。这或许正是科学最迷人、最动人的地方。除了地震波和高压实验这两件工具，其实大自然还悄悄地给我们送来过一些珍贵无比的礼物，那就是钻石。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那些被人们小心地镶嵌在戒指上，象征着永恒爱情的闪亮钻石，它们之中有一小部分其实是来自地球极深处的沉默的信使。钻石的形成需要极高的温度和极大的压力，所以绝大多数的钻石都是在地下100-200公里那样的深处诞生的，然后才被某些剧烈的火山活动像坐电梯一样飞快地从深处带到了地表。而更加神奇的是，有一些来自更深处的钻石在它们慢慢形成的过程当中，会像远古的琥珀包裹住一只小小的蚊虫那样，把周围地函里的一些微小矿物原封不动地包裹进自己坚硬的身体内部。科学家们透过仔细研究这些被永远锁在钻石里的矿物杂质，竟然惊讶地发现，在地球深处那看似干燥又滚烫的地函当中，居然可能藏着数量惊人的水。你看，虽然我们的双脚到不了地函，可这些来自深处的钻石却替我们把那片禁地里的珍贵讯息亲手带到了我们的眼前。那么，
时间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天，人类的钻探技术早已今非昔比。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一举超越当年的科拉钻孔，钻得更深了呢？最近这几年，接过了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向着地球深处发起新一轮冲锋的是中国。2023年的5月，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那片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不毛之地，中国正式启动了一口名叫深地塔克一井的超深科探井。这口井的目标是要钻到地下1万多公尺深的地方，一座20多层楼那么高、红白相间的巨型钻机，孤零零地矗立在茫茫沙漠的中央，上千根钻杆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向着漆黑的地球深处顽强地挺进。一开始的进度相当的惊人，他们从地表一路钻到地下1万公尺，竟然只花了不到300天的时间，一举创下了全球陆地钻井突破1万米速度最快的世界纪录。要知道，当年的苏联人从地表钻到1万多公尺，可是足足花了20多年的漫长时间。可是，当钻头顺利地突破了1万公尺，正式进入那最后的1公里之后，现场所有的人都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最严酷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工程师们把这最后的1公里形象地称为无人区。在这片地底的无人区里，岩层硬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比我们盖房子用的混凝土还要坚硬将近9倍，钻头的磨损速度快得惊人。在浅层的时候，一个钻头可以一口气往下钻好几千公尺，可是一旦到了1万米以深的这片区域，一个崭新的钻头放下去，往往只能艰难地向前挺进10几公尺，就已经磨损报废了，必须得把上千公尺长的整根钻杆全部提上来，换上一个新的钻头，再重新放下去。光是这样一上一下的折腾一回，就要白白耗费掉好几天的宝贵时间。你不妨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在白天，沙漠的地表是摄氏40-50度的滚滚热浪，黄沙漫天，晒得人睁不开眼。而一到了夜晚，沙漠里的气温又会骤然降下来，冷得让人忍不住直打哆嗦。就在这样极端恶劣、昼夜温差巨大的环境里，钻井平台上的工人们必须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成好几班轮流值守。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面前各种监测的数据和仪表，因为在地下1万公尺那种谁也看不见的幽深之处，任何一个微小的数据异常都可能是一场巨大灾难即将降临的前兆。钻头在地底每往前艰难地推进1公尺，他们悬着的心就跟着揪紧1分。这已经完全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简单的拿着工具往下挖个洞的力气活了，这是一场集合了地质学、材料学、机械工程等等无数顶尖学科，在和这颗星球最深沉、最顽固的脾气反复斗智斗勇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硬仗。不仅如此，那深不见底的井下更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2024年的一个深夜，钻探队伍正在紧张地向下钻进，钻井液却突然失反，井口处完全看不到液面，发生了严重的井漏，整口井的命运一度悬于一线。每一次这样突如其来的状况，都有可能让前面所有的努力瞬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沉默大地的殊死搏斗之中，中国的钻探队伍硬是一寸一寸地向着地球深处啃了下去。终于，在2025年的1月，深地塔克一井胜利完钻，它最终定格的深度停在了10910公尺。10910公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它让中国一跃成为了亚洲第1、世界第2的垂直深度钻井纪录保持者。而且在钻探的过程当中，他们还在地下1万米的深处成功地取出了一段段珍贵无比的岩芯。当那块灰色的白云岩芯被小心翼翼地取上地面的时候，上面竟然还带着来自地下大约摄氏50度的余温。而这块石头的年龄更是可以一直追溯到5.4亿年前的寒武纪，那是地球上的生命刚刚开始迎来大爆发的无比遥远的洪荒年代。当现场的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双手轻轻地触摸着这块来自5亿多年前、来自地球肚子深处的古老石头时，许多人都激动得难以自持。
那是一种跨越了亿万年漫长时光的直接的触碰。可是，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哪怕是用上了今天全世界最顶尖的钻探技术，动用了一个现代工业大国的全部力量，这口耗费了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深地塔科伊井，它最终的深度也只有10910公尺，依然没能超越苏联人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12262公尺。而且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深地塔科伊井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地下是相对柔软的沉积岩地层，比起科拉钻孔所在的那种无比坚硬极其古老的结晶岩，其实在钻探的难度上已经算是要容易对付的多了。这个对比恰恰更加说明了一个问题，科拉钻孔当年创下的那个12262公尺的深度记录，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座难以撼动的高峰。它就像是横亘在人类向地心进军途中的那一道顽固的，仿佛冥冥之中被某种力量牢牢设定好了的天花板。说了这么多，你的心里可能会升起一个最朴素的疑问，既然这件事这么困难，这么危险，又这么烧钱，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拼了命往地下挖呢？挖那么深，到底是为了图个什么？要图的东西可实在是太多了。最直接的是资源，地球的深处埋藏着大量宝贵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各样的矿产。随着地表浅层的资源被人类一点点开采的越来越少，向着更深的地下去要能源，就成了很多国家不得不做出的必然选择。深地塔科伊井之所以会选址在塔里木盆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判断那下面很可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超深层天然气资源。但是比起资源，还有一层意义更加深远，那就是科学上的价值。地球的内部藏着太多太多我们人类至今都还没能解开的谜题。地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火山为什么会突然爆发？我们脚下的板块又是如何运动和碰撞的？甚至地球上最初的生命会不会就诞生于地壳深处那些高温高压看似毫无生机的极端环境里？这些关乎着人类过去与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他们的答案全都深深地埋藏在我们的双手暂时还够不着的地底深处。每一次向下的艰难钻探，每一块从深处被取上来的珍贵岩芯，都像是给我们的地球做了一次无比珍贵的活体切片，让我们得以透过这小小的一个切口，去窥见这颗星球真实的内脏和构造。所以人们常常说，超深钻井就是人类插入地球身体内部的一台望远镜。我们建造望远镜，用它来仰望浩瀚的星空；我们同样也建造望远镜，用它来俯瞰深邃的大地。因为头顶的那片星空和脚下的这片深渊是同样的浩瀚，也是同样的神秘。说起来，其实有一件事特别发人深省，人类向上探索宇宙的脚步和向下探索地心的脚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大得惊人。我们向上已经能把探测器送到几百亿公里之外的星际空间，能让太空人在月球上漫步，能拍下几千万光年外黑洞的模样。可是向下，我们却连薄薄的一层地壳都还没能钻穿。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反差呢？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向上飞，我们面对的是空旷的，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真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可是向下挖，我们面对的却是密度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恐怖的实打实的岩石和金属。每往下深入一步，那种阻力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叠加累积，所以才会出现在夷所思的奇特局面。那遥远到我们穷尽一生都飞不过去的浩瀚星空，反而比我们脚底下这片近在咫尺的深渊要更容易被我们所了解、所看清。最远的地方和最近的地方，竟然就这样在人类的认知里奇妙地掉了一个个。不过说到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去面对那一个略微带着些伤感的现实：我们人类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几乎不可能真正抵达地心的，甚至连穿透薄薄的一层地壳去摸一摸下面的地寒都显得那样的遥不可及。因为真正阻挡在我们面前的从来都不是工具，不是金钱，
也不是技术，而是这颗星球，它用摄氏6000度的恐怖高温和成百上千万个大气压的巨大重压，为它自己筑起的那一道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防线。我们或许真的永远都钻不到那一颗和太阳表面一样炽热的铁球核心了。这听起来是不是还带着那么一点点讽刺的意味呢？我们抬起头仰望天空，可以清晰地看到100多亿光年之外，宇宙刚刚诞生之初的那一缕微光。我们把小小的探测器一次次送出了太阳系，驶向了那无垠的深邃的星海。可就是这样看似无所不能的我们，却连自己脚下这颗星球仅仅30公里深的地方都从来没有真正的抵达过。我们对那些遥远到难以想象的星系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家门口脚底下这片地底深处的了解还要更多。我们就像是一群生活在一片浩瀚汪洋大海表面的微不足道的小生物，终其短暂的一生都只能在那一层薄薄的随时都可能破裂的水面薄膜上活动。而对于底下那个由炽热的岩石和滚烫的铁水所构成的深不见底的广阔内部世界，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一个永远被挡在门外的旁观者。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幸运呢？正是脚下那一颗我们永远都到不了的摄氏6000度的滚烫铁球核心，用它不停流动的铁水为我们撑起了一面巨大无比的磁场保护伞，替我们稳稳地挡下了那些足以致命的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也正是地寒那以亿万年为单位的缓慢而坚定的流动，才造就了大陆，造就了海洋，造就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一片美丽的土地。我们到不了它的深处，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它默默的庇护。我们站在这颗星球薄薄的表皮之上，头顶是无垠灿烂的星空，脚下是滚烫灼热的深渊，而我们人类就是这样既渺小又无比幸运地活在了这中间薄薄的一层，这宇宙之中唯一一个适合生命存在的既脆弱又无比珍贵的缝隙里。所以你看，我们和脚下这颗星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充满了矛盾的关系。我们踩在它的身上，靠它提供的一切资源活着，享受着它那滚烫的核心默默撑起的磁场保护。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对它身体内部最真实的模样却几乎一无所知。它就像是一位我们朝夕相处了几百万年，却始终看不透也猜不准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为它的每一层结构都取好了名字，画上了精美的剖面图，可那些图说到底全都是我们透过地震波和各种间接的线索，在自己的脑海里一点一点推测想象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用自己的双眼亲眼见过它的内脏，这种既亲密又无比疏远的奇妙感觉，或许正是这颗我们脚下的星球留给我们人类的一份最深沉也最浪漫的礼物。所以下一次当你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下这片坚实而又熟悉的土地时，不妨在心里静静地想象一下，就在你此刻站立的这个位置的正下方，仅仅只是几十公里的距离，就是一个我们人类穷尽所有恐怕也永远无法征服的由熊熊烈火和万钧巨石所构成的未知世界。它就在那里，亿万年来始终沉默地托举着我们，守护着我们，同时也用它那一道无形的滚烫的高温之墙，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人类自身的渺小。地球深处的那一扇神秘大门，或许将永远的对我们人类紧紧地关闭着，但是人类那颗仰望星空、俯瞰大地的好奇之心，却一定会像那一口深井一样，永远的、固执的向着我们暂时还到不了的远方，继续不停地探寻下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人类最了不起也最可爱的地方。